这是英剧《黑镜》里的一句话。黑镜以多个构建于现代科技背景下的独立故事，呈现了不断发展的科技对人性的利用、重构与破坏。黑镜很多剧情都围绕着未来科技对人类生活的影响，比如植入芯片记录你生命的每一刻，可以随时查看和回忆。这些先进而又诡异的产品，给社会带来极度便捷的同时，也折射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。回到现实，我们也都在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红利。一部手机就可以满足人们的社交、游戏、购物、打车等日常需求。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，也成为了我们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的2077名大学生发起关于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，85%的受访者每天使用手机时长在3个小时以上，近1/4的人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在8个小时以上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是不是感觉不可思议？但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我们对电子产品趋之若鹜的时候，开发这些产品的硅谷大佬们却越来越排斥电子产品。一边是人们点亮屏幕享受着即时快乐，一边是大佬们面对黑镜陷入沉思和忧虑。2011年，乔布斯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说过，他从来不会让自己的孩子使用 iPad。美国著名科技杂志《连线》的前主编、长尾理论的作者克里斯·安德森对家里的每一台电子设备都设定了严格的时间限制，他的5个孩子从不准在卧室里使用屏幕。硅谷高管们一边铸造起手机、平板电脑和社交网络的科技产品王国，一边每年花3万美元学费把子女送入无科技私立学校，让他们去学习喂鸡、刷猪、缝补衣物，与自己开发出的科技产品隔绝开来。远离科技的教育方式正在成为硅谷科技新贵子女的象征。1987年，大哥大进入中国，这个像砖头一样的家伙是当时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你要拿一台大哥大在手里，走到哪儿都是整条街最靓的仔。随身携带一台手机或者电脑，就代表你是一个重要的、忙碌的、有地位的人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满天都是飞机啊，这满街都是电脑啊！现在什么世界了？你醒醒吧你！然而现在恰好相反，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可能不必时刻盯在屏幕前。当然，我也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尝试过摆脱电子产品，毕竟要靠它恰饭。但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无处可逃，或者根本不想逃。老板让你做报表，你总不能给他手写一份吧？沟通社交，你总不能每天去串门吧？就算出门打车购物不用手机支付，也会觉得有些奇怪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交关系网中，手机、电脑就是保持连接的必要条件，没有它们就真的是大隐隐于市了。另外，人们得到了即时快乐，逐渐沉浸甚至上瘾，不会觉得这样有问题，所以也没想过逃。刷完短视频跑去吃鸡，吃完鸡再去看综艺，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知乎上有个问题，有哪些年轻人千万不能碰的东西？其中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的：年轻人千万不要碰的东西之一，便是能获得短期快感的软件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你的时间，消磨你的意志力，摧毁你向上的勇气。其实这些东西的影响远不止一次，首先是会让你上瘾，这要比你想象的更普遍。我们接触它的成本更低，一台手机一点时间就够了。而且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意志力不够。被称为设计伦理学家的特里斯坦·哈里斯认为，人们手机上瘾是因为在应用的背后，很多人在深度研究用户心理和使用感受，目的就是破坏你的自律。咱们之前也提到过，上瘾会伴随着大脑的3种变化：透明反应、敏化反应和脑前额叶功能退化。通俗讲就是让你控制不住自己，对上瘾物产生渴望，产生快感的阈值还会不断升高。第二个影响是失去主动思考的能力。很多人在网络新闻、明星八卦中站队、互喷、抬杠，代入感极强，仿佛他们自己就是当事人一样。但我们应该知道，这些很可能是营销团队打造出来，提高曝光和热度，以便从中获利的。大前研一在低智商社会中提到，日本的新一代正在逐渐步入低智商社会，他们看的书越来越幼稚，对各种谣言丝毫不会思考，很容易遭到媒体的操控，活在被设定好的框架里，越来越依赖于环境。这一现象是否跟我们极为相似？最后，低幼刺激可能真的会改变大脑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项涵盖 1.1万名儿童的研究显示，每天看屏幕超过2个小时的儿童，在思维和语言测试中获得的得分较低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部分长时间看屏幕的孩子的大脑甚至出现了变化，他们的大脑皮层过早的变薄了。这可能也是硅谷大佬们不愿意让孩子接触电子产品的原因之一吧。他们想方设法让别人家的孩子沉浸在自己开发的产品中，回过头让自己的孩子努力上进，你说他们多损啊！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最早提出了一个奶嘴理论，意思是全球化会加剧贫富差距，全球20%的人会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，
而另外80%的人则只能被边缘化。但这80%的人并不会安于现状，如何化解这80%的人和20%精英之间的冲突，消除这80%人口多余的精力和不满情绪呢？当时的美国智囊团布热津斯基认为，给这80%的人塞上一个奶嘴，让他们安于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娱乐信息中，慢慢丧失热情、挣扎欲望和思考能力。另外一个说法更值得我们去深思，幕后玩家打造的明星、游戏等大量娱乐产品，实际上是让我们沉浸于此，信任获得巨大收益的手段。你的时间、注意力最终都会成为金钱，跑到别人的口袋。曾经有人提出过一种理论——数字劳工。他的意思是，互联网时代媒介的每一个用户，实际上都是这些企业的免费工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举个例子，对于一个 APP 来说，下载量和使用量就是它最大的价值。只有使用的人多了，大量流量进来，才有变现的可能性。卖货、卖会员、卖广告都可以，有变现能力才会引起投资人的青睐。所以开发 APP 的技术团队和营销团队，他们绞尽脑汁就想引诱你去点击、频繁打开和长时间停留。你每天刷的短视频、直播间双击的666、朋友圈秀的优越、网络话题下的评论，都会转变成一条条数据，最终变成可视的收益。我觉得没必要逃，我们要从被操控的棋子变成理智的游戏玩家。关于如何改病，星河在之前关于深度思考的一期视频中提到过，这里有一点新的想法分享给大家。简单来说，就3个关键词：阻断、思考和转变。阻断低诱信息的获取，手机里不断弹出的诱人消息，意志力再强的人也难免会有松懈的时候。只有从源头切断，关掉 APP 的推送，才能降低点亮手机的屏幕。肤浅的综艺、泡沫剧、热点信息、娱乐八卦尽量不去关注，更不要角色代入、站队互喷。我们在吃瓜的同时，幕后玩家很可能也在看戏。游戏适可而止，不要沉迷，可以当做休闲放松的工具，但不要被他们绑架精力和时间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专业玩家、游戏主播就另说了。独立思考，拒绝从众。研究大众心理学的乌合之众指出，当一个人融入群体后，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，他的思想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。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，它就有着情绪化、无意义、低智商等特征。这点在网络上很常见，很多谣言一旦有人带节奏，后面就会有大批的人相信和盲从。用输入输出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，看书学习就是输入的过程，然后构建知识体系，遇到问题深度分析、理性判断，这是输出的过程。即便刚开始的判断可能比较离谱，但坚持下来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认知和思维都将变得不同。这是个长期受益的过程，远比短暂快感更有价值。寻找垃圾快乐的替代品，没有了即时快乐，拿什么填充空虚的内心呢？你可能会觉得，不玩游戏、不看综艺、不刷短视频，那生活该多无趣啊！是的，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取代它们，只靠意志力约束，坚持不了几天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一句台词记忆深刻，安迪在被关1个月禁闭后被人问到：“你是怎样度过漫漫长夜的？”安迪回答说 I have Mr. Mozart to keep me company. So they let you tote that record player down there, huh? It's in here. In here.一个有价值的目标，一个长期受益的习惯，几本让你进步的书籍，几个互相鼓励的朋友，都是填充空虚内心的完美替代品。当你找到可以在漫漫长夜陪伴你的莫扎特，你就不会再想要原来的垃圾快乐。上面虽然只是3个关键词，但也是极其困难的。你会发现，每一个都是反人性的，都会让你不那么舒服。但比起这种立等可取的短暂快乐，我更希望我们能做一个长期主义者。眼下顺畅的路一定会越来越难走，因为好走的路往往都是下坡路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爱心3连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。下期成长干货，我们不见不散。